石小姐，请上车吧。哇，这么高档的车啊！小孩子真可爱，坐起来真是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，这皮子还带香味儿的，真高档。现在专车都这么高档了，怪不得他天天想着叫车，还故意弄地铁卡。石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师傅，你这车钱，不是，我是说这种档次的车是不是也不便宜啊？我来接您是免费的呀。这我就放心了，我就说嘛，我跟丸子这交情，回头我请他吃顿麻辣烫就回来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咱们去出版社就前面过2条街就是了。石小姐，让我来接你的人在别的地方等您，我现在送您过去，你稍安勿躁。丸子也真是的，书展会改了这么远的地方，不早点跟我说，早知道我早点起来了。黄总编，石小念，很快，立马，马上就到了。喝咖啡吗？我去买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石小念，你去哪儿了呀你？石小姐，请下车吧。这就到了。哇，这么奢侈啊！这审稿会真开在这儿啊？这是龚先生的家呀。哎，肖老板，人带到了。是漫画界大师级的评审龚老师。哎，等等，他上个月不是中风了吗？这么快就复出了，还来当评审？你还叫他小老板？这是什么漫画界里的新梗啊？请吧。还有龚老师啊。哎，不用了，这边请。这好大呀！哎，这里能有多大呀3000多平吧。3000多平啊！哎，这么大房子他几个人住啊？龚先生一个人住。一个人，不怕迷路吗？能找到自己房间吗？前面就是龚先生书房了，他在里面等你。哎，一个人啊？丸子不说一堆评审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反正今天请您过来的是恩义科技的副总裁龚先生。恩义科技总裁？哎，你们搞错了，我是来参加审稿会的。什么龚先生啊？你们这是搞错了，搞错了！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石小姐，龚先生等您很久了。什么欧？我管他是谁呢？我有事儿，我得走了。终于见面了，石小念。那个，我大概明白情况，是那个小丸子给我叫了一个车在楼下，你们正好也在楼下等人，我就误会了，上了你们的车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既没接到人，我也耽误事儿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个漫画审稿会，不打扰了。我真的要
先走了，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。你要不然派个车，或者你开车送我去出版社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。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装什么了？什么意思呀？去哪儿了呢？你跟宫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再问一遍，你跟宫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最好一字不落的告诉我。在我这儿，你休想瞒出任何事。你说的是什么宫羽？我一点都不认识他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石小姐。你放心，宫欧先生绝对不会伤害您，但您最好把真相说出来。什么真相呀？哎，不是，你别走啊！你什么情况？你回来！哎，人呢？门呢？刚才明明他们两个这么过来，出去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不会进入了什么武侠小说里绝世高人修炼的山洞吧？18线少女漫画家神秘施工，有如人间别墅，再也不见天日。啊！不行，我得出去。开门！芝麻，开门！戴美月的，消灭你！开门，开门！妈咪，呼呼！开门呐，门叔，门大哥！哎，石小念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。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200两银子啊？这辈子你这么折腾我？哎呀！千初在吗？陆总在的，陆总一天都在等着你呢。千初就算等我，还会告诉你们呀？石小念！陆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拦住他。他不在啊？让我走。你是石小念的朋友吧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忍石小念已经够久了。我什么都可以包容，但请他不要再来打扰千初了，好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包容？说话讲不讲良心啊？明明就是你呢！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把他拉出去。别拉我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我不是生气，是我那个姐姐，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。好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嗯。放我出去啊！
我告诉你，那个自己杀人了的。石小姐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跟我解释一下你和公寓之间的关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，我只想听到真相。你能听到我吗，顾先生？我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漫画家，没名气，没粉丝，什么都不是，特别穷，放在人群里根本找不着我的那种。你找错人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什么公寓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么奇怪的名字。石小姐，我们不是无凭无据就把你找过来的。我劝你现在稳定一下情绪，调整一下思路，尤其是2个月前你那段时间的经历，我需要你一五一十的说给我听。2个月前，我哪能想起来啊？我想100年也想不起来。希望这段视频可以帮你找回些许的记忆。视频3月20号夜间9点30分左右，苏江市江口路某一路段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一辆黑色 SUV 因遇天路滑刹车失灵，冲出高速护栏翻滚下山，司机已经抢救无效后死亡。那么据悉，死者为恩义科技的总裁龚玉，目前当地的交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和事后处理，相关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车祸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根本不认识这视频里的人。我不认识这个公寓，更跟车祸八竿子打不着。石小姐，无谓的狡辩是没有用的。公寓是我的哥哥，这起车祸存在很多疑点，我希望你能够慢慢的说给我听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你哥哥。只要你能够拿出当时你不在场的证据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3月20号。爸妈，为什么锁我在房间里呀？千主眼睛拆纱布，我得去陪他呀。开门呐！开门啊！听见了吗，爸？开门呐，爸！千初，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，我叫石迪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明明陪他的那个人是我，你真贱猪手术刚恢复，记忆不清楚，你就骗他那个人是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你不就想要个理由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喜欢千初，我对他的喜欢不比你少。你是比我先出现在他面前，但是感情的事情不是说先来后到的。你能为千初做的，我也可以，我能做的比你更多。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呢？妈从小就多关心你，说你生下来没了妈，要多关心。有没有想过我呀？我才是他亲生的。至于穆千初，那就算你自己倒霉啊！你欠我那么多，用穆千初来还。石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3月20号那天，我被关在家里，哪儿也没去。证据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！我都说了，跟这事没关系，别再逼我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。你把那么多关节放在我身上有什么意义啊？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造什么孽呀！错过了出审会的时候，还遇到你这么一个大魔头，这瞧吧。我小兰的心里是不是特别着急？清楚，这那玩意儿。
兄弟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给你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了。新的手机安全测试系统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什么叫还可以？100%无漏洞和80%都叫还可以。我需要的是一个精确的数字。小欧现在这个状况，我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我。我压力也很大，既要抓管理，又要抓产品，大事小事都是我一个人来操心。虽然说现在安逸还可以正常的运转，但是内部已经人心惶惶了。你也看得到，咱们有很多正在进行的项目也不得不停下来，大家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。我明白，现在是恩义最艰难的时刻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一致的。不管我哥在与不在，这个口绝不能松，不然很快恩义就会被市场淘汰掉。当然，小欧，你我你哥，咱们三个创业这么多年，这些道理我当然都懂。只是现在安逸正处在一个危机时刻，所以我在想，对于产品的要求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点？绝对不行。恩义的立足根本就是对产品的保证，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，恩义就真的危险了。好，我去跟大家沟通，再坚持一下，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样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注意身体。看看，想吃什么？要不然，还是老样子。好啊。好吃吗？当然吃了。石小念呢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打算说点有用的吗？石小姐就是一直在房间里转悠，也出不来。其实她也挺可怜的，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弄过来了。先把她请下来吃饭吧，有什么事，吃完了饭再说。那我赶紧去看一眼。小迪，其实我今天是有话想跟你说。干嘛？跟我来。神经病啊！监视我，我必须得出去。
这怎么办，小老板？能怎么办啊？把她找回来呀！怕一个女孩子家大晚上跑去山里，万一出麻烦怎么办了？快找人去！哎。 什么变态才会住在这种深山老林的地方？还好我机灵古怪，用我的巴啦啦小魔法。向我求婚的，我还会陪你去看日出。所有小时候我们看过的景色，我们再去看一遍。小老板，我在咱别墅后面的树林里都看见石小亮了，结果还是给他给跑了。你是说他跑进了我房子后山的树林里？对。赶快联系医疗团队过来救援，一定要救醒他！我这就联系。你小心点。石小姐。石小姐，医生怎么样？刚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脱水，四肢啊有些软组织挫伤，头部也检查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谢谢啊，医生。哎，医生这边请。石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石小姐，想跑，你就想这么一跑了之了？你也太小瞧我公公了吧！这个噩梦怎么还没醒啊？大魔头到底什么时候才消失啊？石小姐，我现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救命恩人？我让你找我了吗？我求你了吗？你把我反锁在那个房间，我跑都跑不出来，
我知道你是好人坏人，我不跑，那你对我欲行不轨怎么办呀？欲行不轨。麻烦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。我对女人的口味可没这么重。你如果没什么事了，就收拾收拾。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跟你继续核实。这已经是第2天了，完了，我的审稿会彻底结束了，我这漫画也出版不了了。就是怪你，你为什么非得在昨天那么重要的节骨眼上耽误我呀？非得问我什么公寓的事儿？我这损失你根本都赔偿不起，还有精神损失费，我回去一起找你算总账。算总账，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好好给你算一笔账。我请来的专业医疗团队1天的酬劳，你先结了吧。酬劳这么狠？给你就给你，但是我得分期付款，没有现金，2年24个月没有利息，可以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正常的价格你是知道的，但昨天是在夜里 ，double。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呢？本来就没有工作了，而且你干嘛找我呀？我在山林里待着睡一宿挺好的，是你自己来找的。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，不该说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应该回家了。石小姐，其实从打1开始我就没想把你怎么样，只要你如实的告诉我3月20号那天从凌晨到夜里你去干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3月20号，3月20号那天，我就待在自己家里，待在房间里1天，哪儿也没去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敷衍我。你看，我不说你怀疑我，我说了你还怀疑我，这些问题你都问过了，我就隔了1天，在山林里待1宿，我也照样不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医护团队找回来吧，你告诉他们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你看我多健康，还活蹦乱跳的。医生，送客。送客？放我走了？啊，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出来了吧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没事，不是做梦就好。哎，他说真让你送我回去了，不会是送到别的地方了吧？不会啦，小老板都说了让我送您回家。哦，我自己来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难道是穆氏集团的穆千初？哦，总算出来了。施小姐，我们这次请您来嘛，确实很冒失。这阴差阳错呢，差点把您置于危险的处境。啊，除了错过初审会有点可惜，其他的倒还好了。还有你们那公，那太暴烈了。他哥哥公寓是不是也跟他一个脾气啊？哎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，施小姐。我们大老板人非常好的，对我们这些属下特别照顾。他们俩兄弟感情很深。大老板出事之后，这小老板就一直走不出来了。你想啊，
这早上还好端端出门的一人，到第二天就阴阳两隔了。这件事对小老板打击特别大，再加上他这人吧，平时就有点情绪化，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没关系，就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的是，为什么宫欧总觉得我跟他哥哥有什么关系？我完全都不认识他呀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，但不太方便告诉你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这个您就别深究了，我们真的是为了您好。其实小老板这个人啊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偏执，但本心很善良。你看你昨晚跑去山林，他第一时间就去救你，生怕你出什么事儿。是吗？没关系，的确没什么事儿，大家也是误会一场，我不会太计较的。哥哥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我一定会找出事实的真相的。喂，小丸子，石小念，你去哪儿了你？石小念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这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石小念，电话不接，家里没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满世界找你？真的是吓死我了！是我不好，丸子，我错了。那个，我那漫画怎么样了？主编是不是很生气啊？主编大发雷霆，出版的事儿怕是悬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现在只能编一个合适的理由去跟他道歉求情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骗他，我连你被坏人带走这种事儿我都扯出来了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小念，你这怎么受伤了？没事，丸子。不过这回被你说中了。我遇到的这个人真跟坏人差不多。坏人？我出门以后上的车，我以为是你给我叫的专车呢。我想都没想就上去了，结果可倒好，给我拉到一个荒郊野外的大别墅去，特别大。石小念，不是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学聪明点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被一个叫公公的人给叫走了，他就问我问题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一直问，根本跟他没法交流。还有，他是什么 NE 科技副总裁，谁信呢？现在总裁要求也这么低呀？哎，你快帮我想想我那个漫画的事儿啊！哎，你说的是皇宫的宫，欧洲的欧，叫宫欧是吗？应该是吧？你认识他呀？呀，谁不认识宫欧啊？是身高1米83，体重65公斤，拥有8块腹肌，年仅28岁的国际集团 NE 副总裁，宫欧吗？你知道的也太详细了吧？哎呀，反正挺高的。哎，小念，其实我觉得吧，你又不想告诉你去哪儿，你可以不说嘛，谁还没有点小秘密啊？真是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喂，千初啊。小迪啊，我们去日吉岛订婚，可以吗？原来你是要带我去日吉岛度假，
是为了要给我订婚惊喜啊？怎么样，在那儿订婚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但是日籍岛那么热门，现在办典礼，预定恐怕来不及了吧？我跟他们预定部的人谈过了，给他讲了我们的故事，他很感动，已经同意把那天让给我们做订婚典礼了。这样啊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日籍岛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只是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怎么会忘呢？我答应过你，要带你看最美的日出。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。我很高兴，谢谢你啊。我要去试镜了，有什么事情结束之后再聊吧。好，那先这样，那你试镜加油。日籍岛，日籍岛，都是他最喜欢的地方。这周的各个项目进度大体就是这样，我也按您的指示，把各个部门的人手都安排好了。您看，您这边还有什么意见，我随时做出调整。不错不错，调停得当啊！这几年确实是历练得不错呀。爸，哎，也是您教导有方。我教导有方。哎，那老爸今天就教教你喝茶。好嘞，慢点。哎，来坐。爸，有件事情，我想听听您的看法，是关于迁出订婚的事情。您不是一直都对石迪有些成见吗？而且您一贯看不上娶小明星进门的大富之家，怎么到迁出这里就破例了呢？小雪啊，你弟弟打小就体弱多病啊，眼睛又不好，所以我一直就在想啊，只要他能把眼睛复明了，只要能身体好起来，只要他能天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他想娶谁，他愿意干什么，就随他高兴吧。可是我听说，这个石迪是个相当有手腕的女孩。你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没有手腕的话，她怎么可能让你弟弟娶她呀？女孩子啊，在感情方面花点心思，这是对的。小雪啊，你放心，有爸爸在，她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适当的给点甜头，就让她踏踏实实的照顾你弟弟。只要能让你弟弟开开心心的啊，那咱们一家人不就都开心了吗？好，行了，准备过了。好，换场了，集体精神，大家速度快点。来，这两个吧。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你们刚才看到了吗？石迪现在呀也开始嘚瑟了。就是，刚刚还吼我。对呀，他以前在片场啊都不敢大声说话的，现在也敢使唤别人了。你看，哎，这跟富二代订婚的消息一出来，马上翻身了。女艺人呢，就算跟富二代谈了恋爱啊，也未必能结婚；结了婚呢，也未必能长久。哎，这件可以，好。顶多呢，就是给人家冲冲花瓶，当当门面的。外面有人说他们家姐俩不和，真的，他姐不是他妈亲生的，他俩同父异母。哎呦，石迪老欺负人家呢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我看呀，你就是羡慕人家傍上个富二代吧。不过我听说呢，他们是青梅竹马长大的，应该是奔着长久去的。哼，石迪姐，石迪姐，什么时候需要补妆，随时叫我啊。
喂，妈，石小念的电话你打通了没有？小念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啊，小迪，你别着急，要不晚上我再试试。那我不管，我晚上我就要见千初了。没时间了，就这点时间，我得见到他。你要不联系他，我就自己联系他了。回家我要看见他。谁啊？还能是谁？小迪呗。干嘛？奇怪了，这孩子，他说今天一定要见小念一面，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呢。嗨，这关咱俩从小啊太宠他了，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说说，他为难我们俩也就算了，小念跟千初这孩子的事，我们已经对不起小念了。如果他再为难小念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这当妈的，也不能让姐妹俩永远不见面啊！想到这些，我这心里就难过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咱们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啊，肯定没别的事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小念，没准两个孩子在一起还能好好聊聊呢。啊。喂，爸。小念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妈说她打电话给你找不到你人，她担心的要命。这段时间都没回家，是因为我这边忙呢，有事儿。你妈她想你呢，你要不现在回来一趟？你妈她刚才有点喘。我妈哮喘病又犯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这就回去啊。哦，好嘞，我给你妈在家等你了。小念，谁呀？我爸，他说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家，我妈哮喘又犯了，让我赶紧回家一趟。他说有事儿要当面跟我说。小念啊，你要是知道了什么事儿以后，千万要沉得住气，别冲动。有什么事儿回来跟我商量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哎，我爸我妈又不会刁难我，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然后我回来以后跟你一起去跟总编道歉。喂，妈。小念啊，妈饭都做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哦，我在楼下，那我现在上去。好，妈等你啊。爸。孩子他妈小念回来了。小念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跟你下饺子去。哎妈，别忙活了，我听说您哮喘病犯了，我特意回来看看您。啊，那个，我哮喘好多了，只是妈想见见你。啊，那个今天的馅儿是妈特意为你包的，是你爱吃的韭菜鸡蛋，我现在就给你下。妈，别麻烦了，我也不太饿，我看您没事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到家了怎么能不吃饭呢？我就说嘛，只有石小念才是你们那个宝贝女儿，这饭特地给她做的。啊，小念，快坐，啊，这就给你去下啊，去坐啊。我去厨房添点水啊。哎，你干嘛进来呀？怪不得爸妈那么疼你，你才是那个知冷知热的女儿啊，不像我，做什么他们都不在意。
爸妈对我们是一样的，他们也很在意你。得了，不用跟我说，我不在乎。妈没跟你说吧？今天是我叫你回来的。我知道你对千珠还抱有幻想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你没有机会的。我才不相信千珠会一直误会下去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还能再把千珠骗回来吗？蒙骗人的是你吧，小迪。做人要讲良心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被揭穿？千珠最讨厌别人骗她了，你不怕伤害她的感情吗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现在千珠的女朋友是我，也只有我一个，你算什么呀？你在她心里什么都不是。她们姐妹俩吵架，什么时候听我的劝呢？还是你去合适。至少你说的话他们会听一点啊。哎你，小迪，我从小到大处处向着你，因为你是我妹妹。可是，在千珠这件事上，我绝对不会让步的。我会让她知道，从小到大一直陪在她身边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好啊，你现在去告诉她呀，你去跟她说呀，你跟她说，你看她相不相信你？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是，你是大明星，我是一个不入流的漫画家，可是我有跟他在一起的回忆。你敢打保票？你记得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吗？不记得又怎么样？千珠还不是跟我求婚了？求婚？什么求婚啊？就是求我嫁给他呀！我才不信呢！你现在跟我说的话，我半句都不信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千珠跪下跟我求婚的时候亲手给我戴上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去网上搜一下呀。难道那么多人陪我一起骗你吗？不可能，千珠还没看我给他的漫画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他已经这么做了。你知道我们在哪儿订婚吗？日基岛，景色很美的。千珠说是为了要完成我的心愿。日基岛，那是我跟他约定要一起看日出的地方。好了，你们姐妹俩难得见面，就不要再争吵了，好吗？好好说啊！我告诉你，石小念，我跟千珠的订婚，你去也得去，你不去你也得给我去。还有，你对千珠不要再有任何想法了，她是我的，她以后也只会是我的。小念啊，小迪就这么任性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媒体上都是乱写的，小迪也是骗我的。千珠怎么会跟小迪订婚呢？肯定都是骗我的。
千初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小迪跟你说的吗？说。哎，小老板，我一直跟着呢。石小姐回去之后啊，先是见了自己的责编孙洁平，然后回庇护社区见了父母。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？我查到了石小姐提到的穆千初，昨天晚上刚刚跟女演员石迪求婚成功，而这个石迪啊，是石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相传石迪是因为一直陪伴在失明时期的穆千初身边，所以两个人日久生情。石迪和穆千初，哼，有意思了。石小念现在在哪？啊，石小姐从庇护社区出来之后，这个情绪一直不大对劲，现在在城西小吃街的日料店里呢。她倒挺优秀。你好，请问两位想吃点什么？一份烤鸡皮。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这么喜欢吃烤鸡皮。烤鸡皮怎么了？烤鸡皮很香啊。我可以的。我们为什么不坐对桌？我觉得这边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快点吃，到时候回去晚了就要被阿姨发现了，我下次就不能带你出来玩了。我才不想回医院，疼得我都要长毛了。你再不吃，这些都归我了。我吃，我吃。你们姐妹俩的口味还真像。小迪以前也最喜欢吃烤鸡皮了，只不过当她当了演员之后，就不太敢吃了。我们要订婚的事，小迪有跟你说吗？我知道。其实小迪这个人，他也是嘴硬心软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饶人，但也还是会默默的难过。我知道你们姐妹间有些不愉快，所以我想在结婚之前，把所有能够干扰她的问题都解决掉。你能坦白的告诉我，是为什么吗？我们姐妹之间没什么不愉快的，只不过就是姐妹间打打闹闹吧。好，谢谢。是否能倒转时光？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。我们要订婚的事，小弟有跟你说吗？要收就收全部，可是烟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那一段路，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姻缘孤单不辜负。你们姐妹之间的事，我多少听说过吧。你羡慕我跟她之间的感情，尤其是对我抱有好感，这个我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师弟，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？
这些年的事情你也知道，虽然出国治疗这么多年没有见到，但小迪一直是我心里坚持下去的力量。他是无法被任何人取代的。所以，如果真的是因为我，那我也只能说抱歉。你是他姐姐，我们也很想得到你的祝福。我没法祝福你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说话回去好好想想。你当然很悠闲啊！哎，不能进去！放开！放开！干嘛？不能进去！文艺科技的公欧。唉，看来是小迪想多了。放手！你和穆千初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。所以就是你接近穆千初不成功，就开始转移目标，勾引公寓了，是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根本没有勾引公寓。那你勾引穆千初是为了什么？钱？继承权？我都说过了，我根本没有勾引千初，请你不要恶意揣测我好不好？你既然不说，那就是默认了。你不要用你肮脏的思想带入到我的感情里。那你为何接近你的妹妹的男人不放？你这是什么？是龌龊。你要么就是你这个人有道德瑕疵，要么就是在用感情做等价交换。是不是在你眼里感情都可以用来等价交换啊？请你不要不分事情的真相就来恶意揣测我好不好？还有，不要用你奇怪的三观带入到我和千初的感情里。我对你们的感情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你接近公寓的目的是想交换什么，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这根本不存在的事，我给你什么真相啊？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？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公寓。你在逃避什么？我逃避什么了？你想在我这儿得到什么，我也给不了你啊！我现在无论说什么，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，对吗？我不会错。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断定，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？米生也说有证据，你们的证据在哪里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雨生，听到没？还在演。来，你继续编，我听着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深信不疑，你又何必问我啊？还有什么等价交换？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耐，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？再叫我哥名字试试，再说一遍。怎么啦？米生，咱们走，去他家看看。凭什么去啊？石小姐，您就配合一下吧。如果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不会为难您的。你想去我家干什么？那随便找，我看你能找来什么。米生，去把他的相册、日记都给我翻出来，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小老板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。随便翻去，我倒是想看看能翻出来什么。我现在很饿，我要吃东西。还站着干嘛？快去啊！在干嘛？订外卖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。你听不腻，我都说腻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我不认识公寓，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。您慢着。你要是高兴呢，
把我这房子拆了都无所谓。哎，你拆了以后顺便把我也给处理了，正好我还赔不起你的赔偿金呢。你放心，没有人会找我的，也担不了官司。你随便。行，起来。干嘛去？我做饭，我这一天肚子都快饿死了。等我有力气了，你再来收拾我。石小姐可真是够倔，敢跟小老板对着干，真硬。喂，什么？你确定吗？我知道。有什么？虽然3月20号石小念在哪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证实，但3月21号，他曾经独自一人出现在木柴附近。我们还调查了他信息链的关系网和行动路线，包括出国、旅行、就职等一切去处，跟龚玉先生完全没有重合的部分，完全没有。真的不认识龚玉啊？基本上没可能认识。去调查一下那个穆千初，不仅他本人，穆氏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，包括那个未婚妻，都给我深入调查。是。那石小姐呢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，你先去调查清楚。这个女人没什么简单，去。好，跟我去。真没出息，被欺负了就只知道哭，真蠢。你连吃的也要跟我抢啊？我饿了。吃饭喽！这是昨天剩下的米饭，外婆觉得扔掉可惜，就用一个鸡蛋重新炒了一下。可是爸爸妈妈说不能吃剩饭剩菜。哎呀，好做梦，赶快管他们！
千初是你喜欢的人吗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，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就收购他。你说什么呢？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？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？我就不信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还有心情订婚。哼，要我说啊，你就是太蠢了，都被欺负成这样，就只会躲在厨房里哭，真的是蠢到家。拿来！干嘛？说我蠢，别吃蠢人的饭呢。不就是一碗炒饭吗？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是这碗炒饭贵，还是我花钱救你贵？别忘了，10万元你1分钱都没还我，你冲我喊什么？还钱啊！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，那就乖乖的把饭给我。不给，不给，不给！拿过来！不给！拿过来！不给！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放开我！你是谁呀你？你有什么特别的？你凭什么要破坏我人生中所有重要的场合？莫名其妙的把我绑走，破坏了我的初审会。我好不容易见到千初了，你又出现了。现在好了，你还在我家跟我抢吃的，吃着我的饭还骂我蠢，你干嘛呀？你走，走啊！放手！走啊！让我惊了！放开我！你出不出去？不出去，我喊非礼了。你烦啊！ 3、2，算你狠！石小姐这脾气啊，是不是有点过火？把这个手机给石小念，就说是我赔给他。石小姐正在气头上，如果她不收呢？她不收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甜美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难眠的长夜，令我微微的图画，会不淋湿我们的梦想。你是我的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石小姐别生气，我是送门来送手机的，送完我就走。这是龚先生给你的，他说弄坏了你的手机，感觉十分愧疚，请您一定要接受他的赔罪。我不要。龚先生还说了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回去之后他会打死我，然后派公司员工每天过来送。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，他就亲自过来送，直到你接受为止。是啊，我以前就想，如果我以后眼睛看得到的话，就一定带你来日记岛看日出。怎么样，我的美少女战士，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开心。等等，拍张照留作纪念。
我想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明明没放手机卡呀。喂，喂，石小妮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才接我电话呀？丸子，你是怎么打进来的？什么？我怎么打过来的？你都关注什么呀？你没看新闻吗？你妹妹石迪和穆千初已经公布订婚了，地点就在日基岛。怎么会是真的呢？石小念啊，石小念，你果然是一个没出息的人。